我说这游戏能活到第10年，没有一个玩家是无辜的。FGO 这个游戏一直在沉睡，每年8月醒来一次，吃掉它半年的营收，然后沉沉睡去，等待下一次醒来。FGO 在被代理的第1年是2016年，它的同期手游是崩坏3，是阴阳师。可能当时的建模水平还没有那么精致，移动设备也没有现在那么强的性能，但 FGO 是个什么画风呢？是超绝大头娃娃。咋说呢？技术力直接落后一个时代好吧。如果你真就是个2D 游戏，大家也就随便了，那你单纯就是画面差了点。最恐怖的是，这些看着是2D PPT 的战斗模组其实是3D 的，他们是故意渲染成这样的，有些英灵没有渲染到位，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角色的3D 质感。就这个无法察觉到了什么程度呢？当时枪反高宝具放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惊呼 3D 的宝具演出。是的，就这个游戏总会把他们的产能投到一些你绝对看不出来的地方，比如游戏里的战斗背景，其实里面的摆件也都是有独立建模的，这种一点互动没有的东西，你建它干嘛？放个图片在那儿，玩家根本不会注意到的。你有这冗余的产能，倒是把拉2的模型给我改了。而这游戏的各种小缺点，那真的是多到令人发指。作为一个需要反复刷取素材的游戏，经常被人车的缺点，那就是10年了还没有扫荡。在很多年以前，你把这个指令卡点开了，连返回都没有。我都快忘了我有多少次在深夜玩 FGO 的时候睡着在了重启 FGO 的时候。还有看宝具动画的时候，这个宝具动画不能跳过，也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有人发帖车的事情。虽然大家夸 FGO 最多的那就是剧情多好多好，但说实话 FGO 的剧情上下限差的那是相当大。这里要重点点名樱井光，这位老师写的剧情那真的就是有一点苗头立马能给你转进感情戏，啥角色都能给你来个拉郎配，看的人那是浑身刺挠。最变态的莫过于第1部第2章的时候，他能给你写个布迪卡原谅了尼禄并反省自己。我的个乖乖，不懂这部分历史的观众，我这样给你们解释，这个离谱程度基本上是一个被尼禄灭族的人站出来说原谅了，我们也需要考虑巴拉巴拉，可以说是变态至极。你说他没有好的剧情，那肯定是有的，但夸的部分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前面开头说的 FGO 半年苏醒一次，其实不是那么确切，这里的半年是指每半年左右的时间会开一次福袋，这个时候大大小小的玩家都会小氪一点搞个5星，但如果蘑菇真缺钱了，那就会找五内画个新的呆毛，直接爆各位王厨一波狠的。我都不说呆毛脸这种含糊的东西，光是名字里带阿尔托利亚的角色都出了10几个了，在那儿狠狠爆米啊！对，其实很多人，我想绝大部分玩家，甚至是做出了这个游戏的公司，可能都有点无法理解这 FGO 它为什么就能这么赚钱，简直匪夷所思好吗？这游戏的氪金点只有一个，抽取角色连专武都没有，每次打活动用的基本上都是活动送的。平常大家也在追求一个不用战斗型的礼装，加成怎么堆得高怎么来，甚至各种角色皮肤都是免费的，当然前提是你得干啊，劳动所得了属于是。大家不是经常能看见各种二游在那排流水嘛，然后评论区会有一种论调，那你们这个游戏这么赚钱，钱干嘛去了呢？这个时候呢 FGO 玩家就不怎么吃这种压力。在前几年的时候 FGO 那是真的拿着玩家氪金的钱做了好几部动画的，第1部剧情写的不错的绝对魔兽战线、神圣圆桌领域，还有序章和终章都做了动画出来，不说做的有多好吧，至少这个量是够我做这个视频用的素材了，不是吗？最近几年动画方面确实是没什么动静了，行月最近这几年也就憋了个 Fate 居然就 fake 出来，但开头没挂 FGO 确实很难让人上去蹭一手啊。后面马上要上了魔夜，你说 FGO 不期待吗？那是不可能的。但你说这个游戏和 FGO 玩家有什么关系？那肯定是没啥关系。不过我看这个8周年 PV 确实做的载入史册了，虽然 FGO 的缺点非常非常多，但能让人玩下去，还有一群忠实拥趸，主要还是因为沉没成本太高了，又不能退钱，还能退游咋地？开玩笑开玩笑。 FGO 在好玩的层面上更多还是因为剧情，要知道 FGO 的剧情是没有配音的啊，这个也是个缺点来的。但是没有配音就意味着你需要凭借纯文字的描述来让观众有被感动的情绪。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看剧情的心路历程，往往是一个角色他哭了，我们才有难过、伤心、想哭的情绪，但纯文字描述你要把人给写泪崩，那真的是需要很强的比例的。如果你是一个玩家的话，你就会发现 FGO 的剧情神的特别神，烂的特别烂，有些无聊的那是真的很催眠，但大家总能玩下去，因为它足够老，就没有很多现代二游的通病。就像前面说的礼装系统，角色没有专武，最强的还是2位开服大能，大能还不在限定时。至于其他地方这里就不展开了，随便说一点，那都是一场二游骂战的起点。而 FGO 干过最变态的事情，那莫过于送了1000个石头。如果
果我跟你说这里大概是330抽，那其他二游玩家听着会觉得很唬人，真的假的送那么多？但如果我跟你说这里送了一个大保底，好吧，放在其他二游里送这么个东西也挺难想象的。最直观的用来形容这件事情离谱程度的，那莫过于在这个1000石头出现之前，那种骗人的广告都只敢说送500石头，而我们伟大的叶良树他敢发1000。如果不是在官方直播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那我觉得绝大部分玩家听到这个消息都会觉得离谱是假的。其实能够支撑起 FGO 这个游戏的，从来不是这个游戏本身的质量有多高，哪怕那些老月厨再怎么不愿意承认，蘑菇他们确实是花了10年时间扑在了这个游戏上，而行月过去那些年在这个 IP 上的积累，也在 FGO 登场的那一刻得到了反馈。如果硬要给这种反馈一个形容的话，我愿称之为底蕴。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 FGO 爆火之后，国内出现了一大批模仿者，约个例会，做个卡牌，套个廉价的 Live 2D， 给个无聊的战斗系统，然后一个都没有活下来，纷纷暴毙。说白了就是没有这个底蕴。当时很多厂家根本没有意识到 FGO 只是冰山在海面上露了一个头，把这个尖尖拖上来的是从空镜开始的几十年的积累，是通过一部又一部作品描绘出来的世界观带来的诱惑力。经历了各路同行反复的试错之后，有些厂商是回过味来了，只是学个皮毛没有用，得把一整套全都搬过来。于是你现在就能看到很多头部的二游厂商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世界观的构筑。游戏少的先把一个世界搭起来，游戏多的恨不得把世界观全都串起来。再过10年，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庞大丰富的世界观吧。至于 FGO 嘛，官服恐怕是早晚的事情，但只要还没开始亏钱，索尼应该是不会允许把这个游戏官服的。我敢说，只要 FGO 的剧情还在更新，那么它将永远是行月这个 IP 的各路讨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以前可能不是，但现在是了，未来也一定是。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看着 FGO 国服10周年了，突然想写点什么，你对 FGO 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吗？在评论区说说吧。我是凯奇，我们下期见。